站在你面前的是蛋龟之王，三大巨蛋之一，罗马的暴君、窄桥匣子、鹰嘴泥龟、大头泥龟、阿加西窄桥麝香龟。窄桥麝香龟的窄桥蛋龟，窄桥蛋龟中文学名窄桥峡龟，是洞胸龟科峡龟属里的唯一种，是一种小型龟类。窄桥蛋龟原产于美洲，主要分布于墨西哥湾沿岸平原，从墨西哥维拉克鲁斯州中部向东延伸，涵盖危地马拉北部和伯利兹。窄桥是三大巨蛋龟中最小的龟类，幼龟背甲为黑褐色，呈椭圆形，有3条脊棱，头部为灰褐色，腹甲为乳黄色，中间有黑色的斑纹。随着龟的成长，背甲会变为浅棕到深棕不等，呈穹顶状，上面的粗黑褐色放射纹路随着长大而越来越丰富，呈现出近乎木质的外观。盾甲之间有黑色交界线，其背甲后端的下方有一个腺体，在受到威胁时，它们会释放出难闻的麝香味来驱赶敌人。腹甲极小，为乳白色或浅黄色，呈十字形，上面没有纹路。窄桥蛋龟的腹甲仅有胸甲、腹甲、骨甲和钢甲，钢甲几乎连为一片，没有喉甲和肩甲，桥甲也十分狭窄，与腹甲相连，或者你也可以认为它没有桥甲。背甲与腹甲由韧带和软骨组织相连。它的头部相对于体型而言大而圆钝，为黄色至浅褐色不等，上面还会呈现出深褐色的斑点或斑纹。脖子较长，喉咙下方呈黄色，下巴处有一对胡须，上会具有3个明显角状沟，一个在嘴巴中间，另2个在左右两侧。眼睛的瞳孔为黑色，虹膜为褐色至黄色不等，四肢为灰褐色，指尖有发达的蹼。窄桥蛋龟是少有的雄性体型大于雌性的龟种，成年雄性头部更粗壮，尾部也更长更粗。成年雄性背甲中位数长度为 11.8 厘米，成年雌性背甲中位数长度为11厘米，有记载的最大雄性背甲长度为 16.5 厘米，雌性15厘米，体重在350到600克左右。它们几乎完全水栖，在原产地，它们主要生活在溪流、沼泽、池塘等水位较浅、有着柔软河床的水域中。在3到5月的旱季，窄桥蛋龟会夏眠，隐藏于地下或淤泥中。6到11月的雨季来临时，会逐渐苏醒并进入交配和繁殖期。它的腹甲十分狭窄，导致身体下方的防护能力较弱，这很可能是其演化出主动撕咬防御行为的原因。窄桥的颈部相对较长，且能向各个方向灵活伸展，加上它们火爆的脾气，接触时必须极其小心。其强大咬合力足以造成剧痛的伤口。作为偏肉食性的龟类，它们主要以甲壳类动物为食，也吃昆虫、鱼类以及腐肉，还会吃其他小型龟类。人工饲养时也能很好的适应水龟粮。作为一种贪吃的龟类，长期喂食鱼肉和过多的喂食都会导致其出现肥胖问题，一旦得了脂肪肝，就有暴毙的风险。窄桥蛋龟必须单独饲养，因为它们对同类极具攻击性，容易发生撕咬行为。饲养时需为其提供大一点的龟缸，以保证它们的活动量，水位也应要达到30厘米左右，这样才能让窄桥蛋龟得以按照其天性向上突袭捕食。窄桥十分喜爱游泳，且在龟缸内活动频繁，因此饲养空间宁大勿小，水温需要恒定在26到30摄氏度左右。窄桥蛋龟极少会上岸，即便上岸也仅发生在夜间，因此晒台也可有可无。冬季建议加温过冬，特别是第1年的龟苗。虽然部分地区也可以自然过冬，但环境最好控制在10摄氏度以上。窄桥蛋龟一般经过5年，雌性在平均背甲长度9厘米，部分雄性在平均背甲长度10厘米时就可进行繁殖。它们的交配行为通常发生在10月到来年的4月，产蛋季一般从10月开始，持续到来年的2月。雌龟通常每年产卵1到2窝，一窝可产卵2到3枚，一枚或大于3枚的窝卵数较为少见，一窝卵数与背甲长度成正相关。人工孵化温度在26到28摄氏度的情况下，孵化期为180天左右，野外孵化期为95到230天。孵化过程中会出现龟卵治愈的情况，一定要耐心等待。新生的幼龟体长在 2.5 厘米左右。窄桥蛋龟后代的性别采用遗传性别的决定机制，这与大多数龟类由温度依赖型性别决定的决定机制不同。虽然窄桥蛋龟没有明显的异形性染色体，但推测和窄桥的近亲墨西哥巨蛋龟及萨尔文巨蛋龟类似的 XXXY 型性别决定系统相同，也就是幼龟性别由雄性染色体上的性别决定基因决定。这和洞胸龟亚科的龟类还靠孵化温度来决定性别的机制相比，更接近哺乳动物的性别决定系统。那么是否可以推导出大麝香龟亚科的龟类是洞胸龟亚科的演化种呢？而窄桥蛋龟则是洞胸龟类演化到大麝香龟属的过渡物种。
窄桥蛋龟的天敌主要是当地的凤头卡拉鹰、浣熊和渔民。在墨西哥，捕捞龟类是渔民的传统活动，食用龟肉的习俗在当地也根深蒂固。仅在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州，每年有4000到5000只窄桥蛋龟被人类食用，龟类销售也是本地渔民的重要收入来源。龟壳被用于药用，治疗呼吸系统疾病，龟蛋则被用作壮阳药。近年来，由于国际宠物贸易的繁荣，出口的窄桥有90%被售往东亚，这可能与东亚人喜欢养龟的习俗有关。由于窄桥蛋龟夸张的头身比以及火爆的脾气，因而深受蛋龟爱好者的喜爱，使之获得了蛋龟之王的称号。龟友们，你喜欢这位蛋龟之王吗？欢迎评论区分享你的霸气窄桥，点赞关注，下期咱们再见。